过年过节时，很多人都会买一大罐综合坚果放在家里招待亲友，觉得这比糖果饼干健康多了。但食安专家却警告，千万别买综合坚果。什么？坚果不是对身体很好吗？为什么连营养丰富的坚果都变成了黑名单？吃这种综合坚果真的可能越吃身体越发炎，甚至吃出高血脂？今天就让我们深入揭秘这背后的暴利真相，教你用1半的价格挑到营养翻倍的好坚果。先来说说为什么坚果会变成健康零食的代名词。其实这波坚果热大约是在2013年前后开始升温。那一年有国际权威医学期刊发表研究指出，每天适量吃坚果的人心血管疾病风险降低，而且整体死亡率比不吃坚果的人低了将近20%。世界卫生组织也在2015年将坚果纳入平衡膳食指南，建议每天适量摄取。而美国心脏协会则鼓励人们用坚果替代加工零食，认为对心脏有益。总之，坚果的健康光环在近10年越烧越旺，坚果一跃成为养生界的新宠。不只是国外，在我们身边，越来越多人开始把杏仁、核桃当作每日必备的小点心。接着，食品业者们当然不会错过这个商机。2015年前后，市面上开始出现各种包装精美的每日坚果小袋，以及节日送礼用的高档坚果礼盒。广告告诉我们，每天1小包，健康有保障，坚果是最天然的维生素丸。于是，无论是在办公室下午茶，还是过年送礼，坚果产品都大受欢迎。尤其是过年年货，很多家庭都会买上一大桶综合坚果，觉得待客既体面又健康。然而，就在大家沉浸在坚果有益健康的印象中时，一些不销业者早已悄悄在坚果里动起了手脚。他们深知，消费者只要认定坚果等于健康，往往就不会细究其中门道，这正是谋取暴利的好机会。最近就有食品安全专家站出来大声疾呼，市售90%以上的综合坚果都不要买。这句警语震惊了许多人，也引起我们的好奇，一罐小小的综合坚果究竟藏了哪些黑幕，让专家严厉地说出千万别买呢？我们拿到一罐综合坚果，乍看之下五颜六色，种类丰富，好像集合了各种高级坚果，感觉非常超值。然而，你是否注意过罐子背后的成分标示？往往排在最前面的就是花生、腰果这些相对便宜的坚果。真正价格昂贵、营养突出的坚果，比如核桃、夏威夷豆、开心果，可能只是点缀性的少量存在。有调查发现，市面上 95% 的综合坚果产品都有低价混充的问题，用大约80%的廉价坚果混充，只有不到20%是真正高价值的坚果。例如，一罐号称豪华什锦坚果的产品，包装上画满了杏仁、核桃、开心果的大图，让人一看垂涎欲滴，觉得这一定是高档货。但实际打开一看，里头最多的是花生和腰果碎片，偶尔夹杂几颗杏仁。至于你期待的核桃和夏威夷豆，可能整罐找不到几粒，数量少得可怜。即便有，也是小碎块，让你很难察觉分量有多少。还有的产品则干脆混入大量葡萄干、香蕉干等果干来充数。果干比坚果更便宜，重量却不轻，倒进罐子里很占分量，让你以为买到满满一大罐坚果，其实里头一半都是糖分爆表的果干。表面上看似种类更多，其实营养价值更低，而且高糖高热量对健康没有任何好处。为什么厂商爱用花生、腰果来凑数？因为成本差太多了。我们粗略算笔账，花生是最便宜的，坚果严格说它其实不是坚果，而是豆类，批发价每公斤可能只要几十元。腰果的单价也不高，而核桃、开心果、杏仁价格就高出数倍。夏威夷豆、松子更是坚果界的贵族，价格昂贵。想象一下，如果1公斤夏威夷豆要价1000元，而花生只要100元，那厂商只要用大量花生混进一点点夏威夷豆，就可以号称含夏威夷豆综合坚果，定价却贴近高档坚果的水准。对消费者而言，看到包装上写着多种名贵坚果，愿意花大钱买。对厂商而言，其实大部分成本用便宜花生就打发了，利润当然暴增。
简直就是挂羊头卖狗肉地牟利。这种以次充好的混合手法，导致我们花了高价，却主要吃到二流货色，不仅荷包被当韭菜割，连营养价值也大打折扣。花生和腰果本身不是不好，但若占比过高，整罐坚果的营养重心就严重失衡。毕竟每一种坚果的营养特性不同，核桃富含 Omega-3、抗发炎脂肪酸和多酚，杏仁维生素 E 和钙质丰富，开心果有叶黄素，对眼睛好，这些都是昂贵坚果的优点。但如果你的综合坚果里这些优点只占了1成，剩下8-9成都只是花生的话，那你吃进去的营养就大不如预期。更惨的是，花生虽然有蛋白质和膳食纤维，但 Omega-3 几乎没有健康益处，远远不及核桃等坚果，而且花生吃多了隐患还不少。所以第一大陷阱就是内容物的贫富差距太悬殊。我们以为买到的是坚果界大杂烩，营养全满分，实际上却可能是在吃坚果界的平民套餐。厂商轻轻松松靠混合廉价货捞走大笔利润，而我们却傻乎乎的以为捡到便宜。如果说陷阱1是让你花冤枉钱买到假货坚果，那陷阱2则是直接危害你的健康了。许多人吃坚果是为了摄取好油，但你知道吗？你买的那罐综合坚果很可能已经被加工得失去原有的健康价值，甚至转变成对身体有害。首先是制程问题，优质的坚果通常采用低温烘焙或生食方式处理，这样可以保留坚果中的营养，但这种方式耗时，成本高。不销厂商为了赶产量、提香味，常用高温油炸的方式快速加工坚果，短短10分钟内，坚果炸得金黄酥脆，香气四溢，让人一吃就停不下来。但在这迷人香气的背后，高温油炸已经让坚果吸附了大量额外油脂。原本坚果里的油脂多是不饱和脂肪，对心脏有益，可经这么一炸，坚果表面附着的往往是廉价植物油，热量暴增之余，还带进更多对健康不利的 Omega-6 脂肪。稍后会解释这问题。更糟的是，高温烹调会产生对健康不利的副产物。当坚果被炸得焦黄酥脆时，其中的天然糖类与氨基酸发生化学变化，会产生丙烯酰胺这类可能致癌的物质，以及多环芳香烃 PASH 等。这些化合物进入人体后会诱发发炎反应，也就是说，原本生的坚果富含的抗氧化、抗发炎成分，在高温油炸后不但所剩无几，还额外多了一堆促发炎的东西。再来是调味问题，你是否发现很多综合坚果吃起来特别香咸可口，甚至带点甜味？那是因为厂商在坚果外层裹了各种调味盐巴、糖、蜂蜜等等，这样的坚果吃起来确实比原味更诱人，一颗接一颗停不住。但是盐和糖的过量摄取对健康的危害人尽皆知，钠含量太高会升高血压，增加心血管负担；糖分太高则让热量爆表，长期可能引发肥胖、代谢疾病。而一些蜜汁坚果表面那层黏黏的糖浆，除了让你血糖飙升之外，还可能因为高温加热产生晚期糖化终产物 AGEs， 这也是加速老化和诱发发炎的罪魁祸首之一。更别提有些廉价坚果为了延长保存和漂亮卖相，还会添加人工抗氧化剂、防腐剂等食品添加物。虽然合法范围内添加是允许的，但对于追求健康而吃坚果的人来说，这些人工化学物恐怕不是我们想吃下肚的东西。结果就是本该天然无负担的坚果，在重油、重盐、重糖的3重夹击下，摇身一变跟垃圾零食差不多。你以为自己在摄取好油保养身体，其实却摄入了过多劣质油脂、盐含糖，把身体推向了慢性发炎的边缘。很多人可能有这样的经验，吃了很多炒花生、瓜子后，喉咙痛、嘴巴破、冒痘痘，感觉整个人上火了。其实这就是身体对高温油炸加高盐坚果的发炎反应。耳鼻喉科医师指出，炒花生、瓜子吃多了喉咙痛，并不是你对花生过敏，而是里头促发炎物质太多的缘故。高温处理的坚果加上重盐，让身体一下子摄入过多 Omega-6 等促盐脂肪酸，加上一系列有害化合物，共同引发了黏膜发炎、上火症状。
中国农业大学食品营养教授范志宏指出，如果不是过敏却一吃炒花生、瓜子就喉咙痛上火，那就是因为这些坚果 Omega-6 脂肪含量太高， Omega-3 几乎没有，再加上高温烘烤时产生的丙烯酰胺和 AGS 等物质联合作用导致的结果。换言之，坚果本身并无过错，错在加工方式和过度的 Omega-6 摄入，让好东西变成了火上加油。因此，第二大陷阱就是加工和调味上的黑手，把坚果这位健康明星硬生生吹折成了发炎元凶。吃这种坚果不仅得不到抗氧化、护心血管的好处，反而可能让身体的慢性发炎指数节节升高，长期甚至高血压、高血脂等问题找上门。要知道，慢性发炎被视为百病之源，长期体内发炎会增加心脏病、中风、糖尿病，甚至某些癌症的风险。我们吃坚果原本是为了预防疾病，但如果吃进大量这种加工坚果，反而可能为未来的疾病埋下种子，实在得不偿失，简直是饮鸩止渴般的讽刺。其实不同种类的坚果对健康的影响差异很大，有医师曾经把坚果依照抗发炎效果列出排名，只有少数几种坚果是名副其实的健康明星，另有几种吃错了可能变成慢性健康杀手，例如核桃、夏威夷、豆、榛果等 Omega-3 含量较高或脂肪酸比例均衡，被视为抗发炎的长寿坚果。而杏仁、花生等 Omega-6 远高于 Omega-3 的坚果，长期大量摄取则仿佛慢性毒药，让身体在不知不觉中累积发炎伤害。很多人听说坚果有益健康，就抱着多多益善的心态，觉得每天多吃几把也无妨。然而事实上，即便是最健康的原味坚果，也不能无节制的吃。首先，坚果虽好，但热量极高，100公克的坚果就有500-600大卡，相当于2碗白饭的热量。如果你拿着一大罐调味坚果边看电视边吃，不知不觉就可能摄入过多热量。特别是经过调味的坚果，由于咸香甜的滋味让人停不下来，更容易一口接一口吃过量，长期下来体重增加是免不了的，而体重过重本身就会加剧体内发炎反应，引发代谢问题。再者，坚果的健康作用建立在适量基础上。科学研究发现，每天一小把坚果约20-30公克，对心脏血管有益，但如果大量超过这个量，好处未必会持续增加，反而可能因热量和脂肪摄取过多带来反效果。特别是如果你吃的是前面说的加工坚果，大量摄入盐和油，容易造成血脂肪中的三酸甘油酯升高，肝脏负担加重，甚至坏胆固醇指数也可能上升。所谓高血脂，包括胆固醇和三酸甘油酯过高，这些都是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子。还有，坚果虽然富含优质油脂，但并不提供我们所需的全部营养。如果把坚果当正餐猛吃，可能挤掉你其他重要食物的摄取，导致营养失衡。比如你猛嗑坚果当零食，正餐的蔬菜水果就吃不下了，长期下来纤维素、维生素摄取不足，反而削弱了你的健康。最后，有些坚果本身还有特殊风险，需要适量为佳。前面提到，花生除了 Omega-6 高之外，它储藏不当，容易滋生黄曲霉毒素，是强烈致癌物质，长期摄入会损害肝脏。瓜子嗑多了牙齿，容易磨损，也会摄入过多的盐分。腰果富含草酸，吃太多可能增加肾结石的风险。某新闻就曾报道，一名长者为养生每天吃腰果，结果数年后罹患肾结石。医生诊断认为与他过量摄取腰果导致草酸累积有关，所以均衡摄取、适量节制的原则在坚果上同样适用。总而言之，不管坚果多健康，都不应暴饮暴食。把坚果当饭吃，无节制猛嗑，不但不能让你补油养生，反而可能让你上火又发胖，实在是得不偿失。这就是第三大陷阱，健康光环带来的麻痹，让人忽视了坚果仍需适量这件事实。说了这么多陷阱，难道我们以后都不敢吃坚果了吗？其实并不需要因噎废食，坚果本身依然是极佳的营养食品，只要我们选对种类，用对方式，一样可以安心享受坚果的美味与健康。
接下来就传授大家几个聪明吃坚果的秘诀，让你花更少的钱吃得更营养。秘诀一：无调味挑原味，优先低温烘焙。购买坚果时一定要看成分标示，尽量选择无调味或轻盐且未经油炸的原味坚果，最好是标明低温烘焙或生人的产品。成分表里如果只有坚果本身，没有任何植物油、糖、盐等字眼，通常就是原味未加工的，为健康首选。若嫌完全无盐，口味太淡，可以选择轻微盐焗的，但要确保钠含量低，并控制每天总盐摄取量。相反，如果看到标示有棕榈油、麦芽糖、香料等，就要提高警觉，那很可能就是重口味加工坚果，建议尽量少碰。秘诀二：坚果不要一次买超大包，重视新鲜度。坚果中的油脂很容易受空气温度影响而氧化变质。买回来的大包坚果如果一开封放很久，最后几把往往已经不够新鲜，可能出现哈喇味、油耗味，那就是油脂氧化变败的迹象。判断的方法之一是闻气味，新鲜坚果带有坚果固有的清香，而氧化变质的坚果会有一股刺鼻的油耗味，俗称哈喇味。一旦闻到哈喇味，就表示坚果油脂已经酸败，这样的坚果千万不要再吃。建议购买时选择小包装，吃完再买，或者开封后分装密封冷藏，确保每次吃到的都是新鲜的坚果。千万别把一大桶坚果在室温下一放几个月，最后吃进嘴里的其实是变质的，油耗子对健康非常不利。秘诀三：善用 DIY 自行调配黄金坚果组合。与其花大钱买现成的综合坚果，不如自己当调配师，动手混出专属配方。我们推荐一个经济又营养的黄金组合，核桃搭配杏仁，比例7:3。为什么选这两种呢？核桃被誉为抗发炎之王，富含 Omega-3 脂肪酸和抗氧化多酚，适合日常保养心血管、抗发炎。杏仁则富含维生素 E， 镁含钙质，对骨骼和皮肤有益，而且香脆的口感可以中和核桃的油腻感。这个比例有科学根据，杏仁 Omega-3 含量几乎为0， Omega-6 比例极高，约2000:1，而核桃的 Omega-6 与 Omega-3 比例约为4:1，两者7:3混合后能大幅改善整体脂肪酸构成，降低发炎风险。同时，杏仁价格比核桃略低，掺入3成杏仁能有效降低成本。7份核桃配3份杏仁，既保证了 Omega-3 的摄入，又兼顾了口感和其他营养素。更棒的是，自己配可以把整体成本降下来。如果我们分别购买原味核桃和杏仁大包装，价格可能比那种精致混装礼盒便宜许多。自己动手混合后，每公斤的成本也许只要外面综合坚果价钱的一半不到，价格便宜一半，营养价值翻倍。当然，你也可以根据自己喜好微调，比如再加点腰果增添顺口的甜味，或者丢几颗开心果增加趣味。开心果价格较高，可以少量点缀，但记住原则，混合的基底应该是营养价值最高的坚果，比如核桃，尽量不要用大量花生当主角，否则又回到廉价混充的老路。秘诀是控制每日分量，再好的坚果也要适可而止。一般建议每天摄取坚果约1掌心的量，大约28公克，1盎司，换算一下，大概相当于16颗杏仁或2到3颗核桃仁的分量。你可以把自制的黄金坚果组合分装成每日小包，避免打开一大袋时一不小心吃太多。饭前或下午肚子饿时吃一小把坚果，既能补充营养，又增加饱足感，还能防止正餐暴饮暴食。记住，坚果是辅助营养，不是让你无限量填饱肚子的正餐或零食袋。养成定时定量吃坚果的习惯，你才能真正享受到坚果带来的健康益处，而不会因过量而适得其反。秘诀5：多元搭配，均衡营养。别把健康全压在坚果一种食物上。除了坚果之外，日常饮食还需要摄取充足的蔬菜、水果、蛋白质、全谷杂粮等。坚果可以每天吃，但也要和其他食物搭配。例如，早餐在燕麦粥里加一匙坚果碎和水果，营养均衡又有饱足感。或者在沙拉上撒些坚果，搭配蔬菜一起吃，营养更全面。这样既享受了坚果的好处，
也不至于一次摄入太多坚果。尤其要提醒，如果平常烹调已经用很多植物油，那每天的坚果量就要相应调低，避免油脂摄取过高。健康饮食讲求整体均衡，坚果固然重要，但也只是其中一环哦。听完上述分析，也许你会大呼惊讶，没想到小小一罐综合坚果居然有这么多学问和坑洞吧？别忘了，商人的精明超乎我们想象，他们总能在新趋势中找到牟利的机会。我们并不是要妖魔化坚果，而是希望大家擦亮眼睛，聪明选择。当你下次走进超市，面对琳琅满目的坚果产品时，别再只看包装上漂亮的图案和诱人的标语了。花生当主角的混合坚果，就让它老老实实待在架上吧。那些重咸甜口味、油光发亮的坚果，闻着香也千万别贪嘴。取而代之，选择朴实的原味坚果，或者干脆买各种单品回来自己混搭。你的身体会感谢你的明智，决定少吃进许多不必要的盐、糖和劣质油，多获得真正有益的 Omega-3 和抗氧化物质。长远来看，这样吃坚果才能达到保健养生的初衷。最后再强调一次，千万别买来路不明的廉价综合坚果，尤其是那种标榜超值大包装，内容却不明不白的。与其让黑心厂商赚你的血汗钱，不如自己做个精明的消费者，用更实惠的价格买到品质更高的坚果。掌握了以上这些技巧，你就能避开那些坚果陷阱，开开心心的过个健康年。希望今天的揭秘能让你对综合坚果有全新的认识，别让看似健康的食品成了伤害身体的隐形杀手。聪明吃，明白选，我们就能既享受美味，又收获健康。祝大家都能吃得聪明，吃得健康，远离黑心陷阱，真正做到年年坚果健康。